这是一个充斥着最原始欲望与暴力的时代。此时的男主跪倒在地，如今的他受尽折磨，连意识都开始模糊了。很难想象几天前他还是人类战无不胜的骑士王，而如今他却成为了高贵恶魔们的玩物。现在的他终于认识到，人类从始至终都只是魔能储备量极少的低等物种，也从来没被那些高等的恶魔种放在眼里。优雅的吸血鬼萝莉居高临下欣赏着猎物的惨状，他玩味地走向这个象征人类黎明的英雄，口中不知是尊重还是讥讽地说着：“人类的骑士王天辉真是久仰大名了。”看着男主始终不肯抬头看他一眼，萝莉轻飘地勾起他的下巴，他看到了一对愤恨而摄人的眼眸，对方咬紧牙关，暗示着无论经历任何折磨，他都不会屈服于眼前的吸血鬼。莉莉亚斯有些好笑，这个男人还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对他做些什么。男主挣脱萝莉的手，表示说什么我都开摆，你不会从一个死人嘴里问出任何东西，趁早死心吧。莉莉亚斯愣住了，对方越是反抗他，反而有些兴奋。他掀开老奸巨猾的男主衣角，你知道吸血鬼是怎么延绵紫色的吗？他狠狠一口咬在男主的颈动脉上，富丽堂皇的血色宫殿回荡起男人的嘶吼。相比他被严刑拷打之时的沉默不语，现在的他惊声尖叫显得开朗了许多。随着猩红的皱纹缓缓蔓延他的全身，连他尖叫的音调都变得妖异了起来。豆大的汗珠垂落在他被拷打时的血潭里，他感到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撕裂了他的嗓子，连声音都变得纤细又轻柔了。可回过神的他还是意识到了不对劲，他的身段因为太过纤细导致衣服都滑落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吸血鬼萝莉的模样，这也是恶魔种赐予骑士王的最为讽刺的结局。今后你的名字就叫百吉拉萨伯姆。自从被吸血鬼女王簇拥过后，已经不知多少年了。如今的天辉骑士王基白终于逃出魔掌，历尽磨难，从女王的领地逃回了人类城邦。当然，此时的他再不是骑士王的模样，而是一个兼职陪小孩子玩飞蛾的落魄打工人。他掏出天辉骑士王的手办，交给小男孩，这个是男孩击败他的奖励，而他则落魄的在一旁默默看着小屁孩把妹。时过境迁，此时的基白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风貌，只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维持生计。但很显然，他维持生计的面试已经迟到了。不做骑士王的基白要想办法在人类城邦里活下去，还真不是件容易事。面试迟到的他被神级保安偷出大门，一把扔在大门外，变成有害垃圾。这不知道是第多少次面试失败了。有些失落的基白来到了以往的小面馆，慈眉善目的王叔热情地朝基白打招呼，看着小伙子落魄的模样，应该又是面试失败了。王叔琢磨，这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整天吃素也不是个事，问他要不来碗牛肉面，但囊中羞涩的基白也只能掏出素面的钱，表示牛肉面就不用了。王叔叹了口气，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啊。等着自己的素面，基白瞥见了桌上的传单，看见名不见经传到二流骑士团在招人，可他这一回再也不愿当骑士了。况且这什么月骑士团经费这么少，能靠谱吗？看样子还是钱没给够。动作利索的王叔很快端上来一碗粉，但这碗牛肉粉自己可出不起钱啊。虽然这香喷喷的味道让人无法拒绝就是了。基白不明白王叔是什么意思，而王叔只回他一个历经世事的背影。基白忽然觉得这失败的一天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然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临。只见四位圣骑士气势汹汹地堵住面馆门口，他们在追猎一名逃窜到人类城邦的恶魔种，而这个恶魔种正巧逃到了这家店铺里。这难道是发现昔日的骑士王沦为恶魔了吗？他曾是替着人流前行，以守护人类、维护正义为己任的骑士王天辉，如今却落魄的想吃牛肉粉，只能靠面馆老板接济。然而，这样一位体谅男主生活艰辛还热心肠的老板，竟然被几个新兵蛋子骑士上门找茬了。骑士们接到消息，说店铺周围藏着恶魔种，这恶魔种对于人类来说乃是不共戴天的一族。他们凭借着魔含量极高的种族身躯肆意妄为，在人类的城邦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人类这种体内魔含量极低的种族也不会忍气吞声。曾经正是由骑士王天辉带领着骑士们抗击恶魔种，随后升起了保护城市的防护罩，这才清退了恶魔们。只可惜后来的天辉骑士王惨遭暗算，不幸在与恶魔种的战斗中失踪了。如今骑士们居然说谈之色变的恶魔在店铺里，可这里平常连照顾生意的顾客都少得很，对方还栽赃他店里私藏恶魔种，他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可这几个愣头青没有搜查令就要往店里进，堂堂骑士居然像一群地痞流氓般往店里闯，骑士精神全还给学校老师了吗？这群愣头青还不知道店里唯一的顾客是什么来头，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活像来抄家的。而街坊邻里都清楚老王老实巴交的本性，对着这群抄家的粗鲁骑士指指点点，听着舆论逐渐降到冰点，
却啥也没搜出来。领头大哥还不死心，要把店铺翻个底朝天再说。绷不住的王叔赶紧上前求情，他以后还得做生意呢。这群骑士把他的这点家当全造了，还开什么店？可领头大哥不依不饶，甚至拎住王叔的衣领。他知道这家店的老板帮着不三不四的骑士团发传单，老早就想收拾王叔了。这次正好可以借题发挥而已。他暴力甩开他口中的贱民，让王叔老实待着。还好穿着人偶服的鸡白及时接住了王叔。没想到骑士王失踪后，骑士团是越来越堕落了，什么土鸡瓦狗都能当骑士了。带头大哥听着鸡白诋毁的话语，血压飙升。他们身为天辉骑士王的直系下属，一直顺风顺水，哪经得起鸡白这一番大实话的冷嘲热讽？小弟们抄起佩剑就要拿下这个狂徒，只是说他们几句就急得要砍人。鸡白可不会惯着这群后生的臭毛病，一拳就揍得对方见到自己早上吃的早餐。另外2个下三滥更是阴招齐出，背后偷袭。可惜犀利的剑招连鸡白的影子都看不着，收拾这2个老六骑士，他甚至都懒得动真格的，帮他俩免费物理助眠就算完事了。带头大哥看着同僚们被2招打晕，有些气急败坏，他巧立名目给鸡白冠上袭击骑士的罪名。最为最有潜力的新人王，他势必要将鸡白就地处决。可惜他还是认不清自己和这个玩偶人的实力差距，对付这种小儿科剑术，鸡白直接空手接白刃。胸中仍坚守着正义的鸡白质问新人什么是骑士。这几个新人的所作所为属于是在正义伙伴鸡白的雷区疯狂蹦迪了。他一字一句地阐述着骑士的信条，骑士是为了守护人类，心爱之剑沾染恶魔之血，为了伸张正义，良善之躯不惜背上杀戮之罪。随后新人撞翻了一路的桌椅板凳，被他一拳揍飞。他继续阐述，为了荣耀，无名之谷掩埋寂静之地，这些有着人性闪光点的人类才配成为骑士。他猛地扯下了新人的骑士勋章，这种人根本不配成为骑士，他不过是个欺负平民获取优越感的垃圾罢了。随后鸡白凝视了这枚勋章许久，他话锋一转，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也不配。这几个萌新骑士竟然当着骑士王的面滥用职权，在一番言传身教之后，4人便再起不能。此时竟响起了孤零零的掌声，揍人的与被揍的齐齐看向掌声的方向，来者正是暗中观战良久的新兵导师曼达。此人可是辉煌骑士团久负盛名的盛宴骑士，被其白揍一顿的新人王一溜烟冲向自己的导师，竟在众目睽睽之下颠倒黑白，贼喊捉贼般指责鸡白侮辱骑士，妨碍公务。他打着主意，只要他演得够真实，不犊子的曼达老师肯定会替他出头。你让我瞎？曼达导师反手就是一个大逼斗，老练的他向新兵们展示起什么叫真正的人情世故。他首先便拿新人王开刀，指责他仪容不整，给骑士团丢人。随后命令3个杂鱼回去各写一份检讨，然后故作叹气的假意解释为啥派几个新兵来执行任务。最后掏出支票安抚老板王叔，如此便将滥用职权的重罪糊弄了过去，转变为几个愣头青新兵的无心之失。这样一来，不仅传闻中包庇徒弟的恶名得以消除，还给百姓留下了骑士团的公正印象。鸡白虽看在眼里，但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这个曼达圆滑的处事风格真是一点也没变。可就在他想悄然离场之际，早就看出这个玩偶人不简单的曼达伸手拦住鸡白。他嘴上说着感谢鸡白帮忙教育了一顿新兵，随后又话锋一转，让鸡白擅自出手打伤骑士给个解释。解释？鸡白给什么解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谁在旁边悄悄看戏的？鸡白直言道，你我都知道，你刚刚那番安抚人心的操作究竟是为了谁好？鸡白把从新兵那夺走的骑士勋章扔给曼达，提醒他管教好自己的人。曼达却唐突大笑，缓解尴尬。他拦住鸡白当然不是真的让对方给个解释，曼达只是很好奇这个玩偶人深谙骑士之道，看见对方战斗的身姿，自己也手痒痒了起来。曼达看得出来玩偶人曾经肯定也是一位骑士，既然如此，他便想到了来场决斗，以武会友。看到眼前的中年大叔不减当年般的气势，鸡白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以往的回忆。他沉声道，他没有兴趣，他并不是不敢接战，只是想到了一些往事。如今的他还能以骑士的身份决斗吗？不，他没有资格。内心对正义的坚持让他在做了那些事情后，再也不敢直面曾经的骑士王身份了。在那个被黑暗笼罩的猩红血雨中，被吸血鬼女王莉莉亚斯出晕后的鸡白意识到了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最后的最后，终于放弃了骑士王的坚持，沦为了女王的掌上玩物，以公主白姬的身份在猩红血雨中征伐。正义化身的骑士王变成了他最厌恶的恶魔种，这是多么讽刺的结局啊！他已经放弃了骑士的尊严，却不愿意任人摆布。他欺骗莉莉亚斯，以扩张领地为由外出征伐，同时也摒弃了人类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真正学习成为一个强大而嗜血的吸血鬼公主。为了重获自由的他，只能欺骗所有人，包括他自己。他终于成功了，连自己都能骗过的白姬成功逃出女王的魔掌。现在的他逃脱了血族的掌控，终于能不再以这副皮囊行走在大地上，而他也不再以血族自居。
同时也不是骑士王，更不是一个人类，他成了彻头彻尾的怪物，又有什么资格接受他的决斗邀请呢？而且和这个老熟人一交手，肯定会暴露身份。姬白挥手告辞，而曼达可不会在意这个皮套人在想什么。既然您不愿意正视我的决斗诉求，那就恕鄙人失礼了。曾经带领人类抗击恶魔种的骑士王姬白，却被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变成了恶魔种的小萝莉白姬。如今的他不以吸血鬼自居，也不再是骑士王，只是个逃离了吸血鬼女王的掌控，继续在人类城邦里追寻自由与意义的怪物罢了。而命运的齿轮从他沦为吸血鬼时便已悄然转动。曾经的老熟人如今已是萌新骑士们的导师。导师曼达见这个皮套人的身手不错，想交个朋友。他从姬白的言行举止分析到对方一定也是骑士，那双方就以骑士道决斗一番，以武会友，岂不美哉？然而姬白最怕的就是自己身份的败露，变成恶魔种的他没资格以骑士身份和曼达决斗了，随便找个理由就想搪塞过去。然而曼达这个狡诈男人自然为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声恕我失礼了，便背后突刺过来。姬白理都懒得理这中年男人，这种空有技巧而余力不足的中年突刺，姬白活动下脑袋便轻松躲过，紧随而至的屌劈虽然犀利，但却依旧不被放在眼里。身着沉重的皮套，却以灵活的身法一咕噜窜出去。有这等身手实力，起码也得和曼达相当了。他露出见猎欣喜的笑容。曼达扔给姬白一把骑士佩剑，知道这一仗无法避免的姬白也正视了曼达。他郑重地将佩剑扔回地上，用郑重的口吻说道：“对付你，这个就足够了。”被小瞧的曼达也是嬉笑。重视这场决斗的曼达全力施展起高压桌眼，这可是他身为圣眼骑士的成名绝技，不让皮套人吃点苦头，他都咽不下这口气。汹涌的火蛇席卷而来，姬白在此危机之下，竟然还有闲工夫去接一片树叶。随后汹涌的火蛇便吞没了姬白，以为一剑了结了姬白的曼达收剑矗立在一旁。这一招城管落泪的火蛇属实让姬白灰飞烟灭了。哦，不对，是让他接住的那片树叶遭殃了。曼达还没意识到，仅是树叶落地的功夫，姬白就悄无声息地绕到了他的背后，把后背暴露给敌人，可是骑士的耻辱。羞愤难当的曼达赶紧找补着说向姬白，可姬白的身法灵活的仿佛在羞辱他一般，让他招招都落在空处。谁都讨厌那种教自己做人还羞辱自己的人，可明明把剑挥舞的密不透风，却根本伤不到对方的毫毛。把每一场战斗都当作最后一战的曼达，不由得陷入了无法力敌的恐惧泥潭中。不可以，我不可以输，输掉的话就会像那位一样。曼达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老师，那位人生的信标。趁他一瞬分神，姬白一把摁住他的关节，对着脆弱的神经用力一拧。曼达只觉得手腕一痛，佩剑便脱手而出，掉落在老师的手里。对决的时候分心可是会送命的。姬白下意识地讲出了那句经常训诫曼达的话语，一说出口，姬白就后悔了，得赶紧想办法找补。他吊儿郎当将曼达的佩剑一扔，用从前完全不会的小混混语气吐槽曼达：“老头子体力不好就别学人家决斗，免得人家还骂我欺负老弱病残呢。”一旁的曼达弟子还讽刺姬白给曼达找回场子，但被曼达及时制止。曼达充满审视地盯着姬白逐渐远去。这个男人虽然说了那句话，但言谈举止不像老师，就是有些可惜，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交手了。而姬白这边也是速度几百迈，赶紧离开现场。为防止对方跟踪，他只得扔掉皮套以求自保，可不去还这身皮套，他的工资也打水漂了。明天可怎么办啊？但他突然发现这小巷里竟然有血迹，猫尾兽耳，这个城镇里居然有恶魔种在暗中游荡。这个眼镜男看上了眼前年幼的亚猫族萝莉，而就在几分钟前，男主姬白先他一步遇见了受伤的萝莉。身为恶魔种的他不敢出现在人类面前，肚子饿了也只能像现在一样捡点垃圾吃。帮助弱小的信条与人类消灭恶魔种的准则相冲突。人类城邦明令禁止私藏任何恶魔种，可亚猫族天生体弱，幼崽更是容易夭折，放任这个受伤的小生命不管的话，岂不是等同于亲手扼杀了他吗？想到这里，姬白主动凑近怯生生的萝莉，这举动可把猫咪吓得应激了起来。然而姬白只是递给他一个毛绒玩具，并没有恶意。察觉到这是个善意的人类，不禁让萝莉一愣。遍体鳞伤的他却依旧绽放出动人的笑颜。姬白忽然想明白了，刚刚那群萌新骑士在找的恶魔种，可能正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吧。姬白看了一眼小姑娘的伤口，还好只是皮外伤，想办法弄点药剂抹一抹应该就。背后突兀的男生打断了姬白的思绪，居然有人想给恶魔种疗伤，坏！被人目击到帮助恶魔种可是大罪。之间不怀好意的一男一女就这样堵住巷子口。男人反光的镜片倒映着姬白有些仓皇的脸，对方说这么多屁话，却没选择直接报案，就说明这是要拿姬白包庇亚猫族萝莉做点文章了。
随后，男人解释了自己的目的。他接到骑士在追捕恶魔种的消息很久，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把小萝莉带回去研究。人类面对异族最大的优势便是借助科学的力量。为何那些恶魔种们天生就比人类强大许多？通过研究他们，人类是否也能拥有他们的力量？听完这番为了实现人类宏图而不惜残害生灵的发言，基白不禁回忆起曾经的自己是否也是这样偏激。但现在的他只是一介庶民，无权无势的他，怎么敢做出违背国家法律包庇恶魔种的事情？但维护正义的执念驱使着他依旧挡在萝莉面前。只要萝莉不愿意跟他们走，基白便会誓死保护他。可萝莉听到包庇恶魔种的重罪会牵连到基白的家人，善良的他绝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害了恩人。虽然害怕跟他们走后的遭遇，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自己怎么样都行，绝不能坑害了恩人一起受罪。而这正是眼镜男想看到的。他扬起不怀好意的嘴角笑道：“要是协助我进行研究，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你的小命能够活下来了。”基白听完这句话，也担心地望向小萝莉。眼镜男提前预告着他今后的悲惨生活，那一幕幕都是身处于人间炼狱的恐怖遭遇，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接受的地狱般的生活。但瘦小的他却坚定地点了点头。如此便从这一刻开始，眼镜男就当没见过基白，而基白也要忍受着良心的煎熬，装作没见过萝莉。基白不明白这个懂事的小姑娘为何不向他求救，明明只要对方一个不情愿的眼神，基白就愿意为了他和男人当场翻脸。拿着基白送他的玩具，女孩最后回头瞥了一眼，随着黄昏的目光打在他稚嫩的脸上，女孩向基白露出了可能是此生最后一个的笑颜。谢谢你的玩具，善良的先生。这一刻，什么私藏恶魔种的重罪被基白抛诸脑后，他一把抢过眼镜男手里的小萝莉。眼镜男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个看上去挺怂包的男人怎么敢的？这一刻的基白仿佛忘却了人类与恶魔种的纠葛，他的眼里只有保护弱小生命这一条信念，有他在，什么人也别想再带走小萝莉。眼见这个黄毛敬酒不吃吃罚酒，眼镜男大步上前，犀利的一拳却被基白轻松躲过，反被基白随意一脚绊倒在地，甚至还趁着对方摔倒之余夺过了他的手机，防止他气急败坏突然报案。眼镜男气坏，大声质问一旁的女人蓝衣还不过来帮忙。一看就是很角色的女人漠然地走过来，静静地走到眼镜男的跟前，随后在眼镜男惶恐的目光中一脚踩下去。那你这是内讧了。女人用看垃圾般的眼神吐槽着眼镜男，不要每次都搞这套欲擒故纵的操作，重新认识一下，我们是月骑士团的成员，恭喜您通过了测试。这个身姿曼妙的御姐对同伴的求救充耳不闻，因为就在刚刚，这个红发男看上了兽耳萝莉，毕竟恶魔种在人类城邦中是不允许存在的，而他现在正需要萝莉这样的恶魔种做一些非人实验。懂事的萝莉不想牵连到主角基白和他的家人，即便听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惨绝人寰的身体实验，善良的小姑娘还是主动配合红发男和他走了。但无牵无挂的基白可不会坐视不管，他一把夺过萝莉，敏捷地躲开红发男的袭击，甚至将他绊倒在地。曾经对恶魔种恨之入骨的基白如今却出手相助，但红发男却被此等行径气得血压飙升，这才喊着让一旁挂机的御姐赶紧来帮忙。御姐听见了，御姐缓缓走来，重金求一双红发男的眼睛。御姐抬脚，然后一脚碾平了红发男的鼻梁骨。原来这俩人压根不是什么解剖萝莉的科学怪人，这只是测试基白是否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资质而已。他们是月骑士团的成员，特来邀请基白入住。毕竟只有基白这种实力强大又愿意保护弱小的人，才有成为月骑士团团员的资格。每个月骑士团的成员都无关种族信仰，只有心怀赤诚之心的人才能加入。听着这俩人一唱一和种族大一统的洗脑话语，基白越是汗颜的觉得这月骑士团更不靠谱了。出来混光靠理想可是行不通的，只看得到理想却不顾现实的傻瓜是没有未来的。何况万一基白既是骑士王又是恶魔种的身份暴露，既不是人类又不承认自己是血族的基白，就会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既然你基白说到现实，那食不果腹入不敷出的你准备怎么养活这个萝莉呢？基白如今也只是个无业游民罢了，跟着基白混3天饿9顿，你基白能忍冻受饿，舍得让这个丫头也跟着你吃苦？小时已经动之以理的御姐想将萝莉带回骑士团，这个叫可儿的小丫头已经无父无母，跟着这个无业游民能过什么好生活？但可儿似乎对基白有着难以言喻的信任，什么3天饿9顿她已经习惯了，只要能陪着基白，她怎么样都行。这下有经济实力和没经济实力的人都沉默了，气氛都烘托到这了。红发男终于图穷匕见，来我们骑士团能养活2个你，还有5险1金哦。嚯哟，这才是基白想谈的现实。本来他是想拒绝的，奈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既如此，红发男林拓和御姐依依就先把可儿带回总部安顿好，并约定好明天见面再把基白带去总部测试。今天还真是跌宕起伏的一天，早上面试失败，还丢了游乐园的工作，中午路见不平和现役骑士们打了一架，下午又碰
见恶魔众萝莉加入了月骑士团。一般市民的一天还真是忙碌，而正是如此高消耗的一天也带来了坏处。心头一震的姬白有了一种熟悉又恐惧的感觉。此时的他竟然能清晰地看见行人的血脉纹路，看见流淌的鲜血让他的喉头都下意识地蠕动。他强撑着自己不要扑向周围的行人，否则可写的他几秒钟就能把一个正常人类像挤塑料瓶里的水一般快速吸干。情况刻不容缓的姬白飞快地跑向住处，在喝不到血的他很难想象自己会做出何等疯狂的举动。他一溜烟冲进无人的窄巷里，一蹬腿蹦出撑杆跳，运动员都瞳孔地震的高度。平稳着陆的姬白还来不及喘口气，便一股脑地冲向冰箱，抓起夹层里的血袋子。此时的他野蛮得如同一只饿极的野兽，将血液吨吨吨地灌下肚。随着冰凉的液体在体内流动，姬白的体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原本修身的衣服此时竟显得宽大而色气，眼前的姬白哪还有原本人类男性的特征？这分明是一个肤白貌美的双马尾萝莉。当然，她还有个自己也不愿承认的名字——白姬。注意看，谁能想到这个面容姣好却衣衫破烂的女孩，竟然是个利用他人的同情心骗钱的坏女人？事情要从姬白早早来到了约定会合的地点说起，他得等着月骑士团的成员带自己去总部做测试。然而街头的人没等到，却等来这位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女孩真情实感地说出自己真的很需要钱。姬白也纳闷，这小姑娘还没到该出来赚钱的年纪才对。女孩便借机讲述自己的父母遭到了恶魔众的毒手，这一下就激活了正义使者姬白的同情心。看着女孩可怜的模样，哪怕姬白自己也揭不开锅了。但谁见到这么美丽动人的小可怜不会同情她呢？姬白包下了她的所有糖果，女孩顿时绽开了笑颜，道了声谢谢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前来与姬白会合的月骑士团成员看了一整出好戏，直言姬白果然像传闻中的那样同情心泛滥又好骗。他让姬白自己瞧瞧袋子里的是糖果还是玻璃珠，一副悲惨的扮相和一则感人的故事就把姬白给骗了。他叹了口气，这世上居然还真有自以为是救世主的傻子。可姬白还是愿意为了人性的善良而给坏女人找补的。如果不是真的生活困难，谁愿意出来骗人呢？这可把来接头的女孩噎得够呛。这大叔还真是够单纯。让姬白想不到的是，坏女人跑到了无人的巷子里，居然数起了钱包里寥寥无几的硬币。他吐槽着才这么几个字，白瞎了他精湛的演技。不过也无所谓，反正街上待宰的肥羊多的是。他又掏出几颗寒酸的糖果扔进盒子里，溜出小巷寻找他的下一批肥羊。而街头女孩也没有打消姬白对美好世界的幻想，反正她只是来接姬白前往月骑士团的总部而已。至于姬白是个怎样的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一路上也没什么话能和这个烂好人闲聊。女孩说他俩已经到了，但姬白却一愣，这他喵的不是公共厕所吗？说好的总部呢？女孩懒得和他废话，总部和厕所哪个他都得进，老老实实的往里走就对了。然而这厕所内部却是别有洞天，识别到是预备的人进入了，伪装屏幕便碎裂开来，露出了内部高大上的月骑士团大门。说是去骑士团总部，其实也就是个分部大门而已，但毕竟是暗中活动的骑士团，所以得做这种保密措施，就是门口的味儿可能会大一点。无伤大雅，反正今天就是来做个测试而已。难得咱们姬白面试准时到场了，就看看这入团测试复不复杂，也能从侧面看出这月骑士团究竟是不是正经组织了。测试人员看最后一名新人也到了，当即开启测试，让招揽的新生们赶紧入场。在沙子漏完之后，还能站在场上的新生们视为实力测试通过。主持人员本想让新生们挨个进行测试，却被考官打断发言，杂碎再多都只是杂碎，一起上还节省考官的时间。林特慌忙看向场内的考官，卧槽，这场怎么是他？这莫顿考官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他的考试里从来都不会放水，毕竟连考试都通不过的话，更不谈上战场。实力不过关，还是趁早放弃当骑士比较好。而新生们也不都是愣头青，其中有领头的出主意，就当是4人副本了。肉盾奶妈刺客战士各司其职，一起上的话总有办法能拖到时间结束吧。可这群小萌新还是低估了莫顿这条汉子的勇猛，什么绝境暴众以弱胜强，那都是小说里的段子，像他们这种自以为是的小杂鱼还是别做梦了。莫顿随手一挥便拍飞了3个萌新，领头人的战略当场告破，场中只剩他一人，但他也抓住莫顿收招的机会悄悄靠近。这场地里一共就5个人，现在就剩他这肉盾一人了。莫顿不是忽视了他，而是压根就没把他当人看，就这么点实力，还是趁早回家喝奶吧。如此，这今天来测试的5人就剩下了姬白一个。红发男林拓虽然知道姬白是有些功夫在身上，但这么暴力的肌肉猛男姬白居然还敢去挑战，这莫顿猛男怎么说也是有黄金骑士的实力。姬白赤手空拳就要上去干他，反正就找死也不用这么简单明了啊！姬白没有接话，只是回了个自信的微笑。主持人员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新人，告诫莫顿还是要注意出手的分寸。莫顿看了眼歪嘴龙王笑容的姬白，有些不爽。我考官站着不动，你也站着不动，但莫顿可不会就这么干耗着让姬白通过测试。他怒不可遏地抄起巨斧，猛地砸过来。我他妈来了！一个小年轻还站着不动装大爷，他看不惯。那咱们姬白是真当大爷，还是会被打脸呢？
注意看，这个赤手空拳的金发萌新，竟然要单挑手提巨斧的猛男教官。要知道，刚才这个猛男可是2招解决了4名萌新。看到这种新人杀手，金发男鸡白还不知难而退吗？啊，这种货色啊！我要打10个！鸡白回手露出一个歪嘴龙王笑，依旧是赤手空拳，撸起袖子就迎了上去。两人隔着空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居然谁也没有抢先动手。莫顿教官自然是讲武德，给新人一点发挥空间，而鸡白则是完全没把莫顿的实力放在眼里。堂堂天辉骑士王自然不会提前动手。然而测试规则是沙子漏完新生便获胜。莫顿教官虽不清楚鸡白为何这么镇定，但他也没有闲工夫继续玩干瞪眼了。几百斤的大斧携着巨力横扫向鸡白，他可不会放任鸡白就这样拖到测试结束。莫顿也是一点也不留情面，直接朝着脖子招，可响起的居然是金铁交加的声音。在场人员虽然有想过鸡白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却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强得这么离谱。他居然轻飘飘的单手挡住了这一记猛攻，锋利的斧刃居然只来得及割下他的几缕头发。既然对方是动真格的，那鸡白也就不留手了。然而光是一记横劈猛攻还不算完，察觉到鸡白不好惹之后，莫顿便也全力使出下一招，巨斧猛地喷射出推进烈焰，一时裂地猛击便将鸡白所在之处轰出满地裂痕。这招兵不厌诈，给教官玩出来，属实是玩不起。然而鸡白下一秒便像个没事人一样冲出烟雾，一拳让莫顿的鼻梁骨想离家出走。鸡白的普通攻击让莫顿离了10几米地倒飞出去，教官败北，时间也刚好走完。您看，我这算是通过测试了吗？眼前这个歪嘴龙王笑的男人叫鸡白，他曾是象征人类希望的骑士王天辉，然而造化弄人，被吸血鬼女王初拥成为吸血鬼萝莉白姬。痛恨恶魔中的骑士王最终变成了他讨厌的吸血鬼。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悲剧也使得人类世界万马齐喑，但如今他终于从吸血鬼女王的掌控中挣脱出来，既不是人类又不承认自己是恶魔中的他，将如何踏上自己的救赎之旅呢？那么不如从重新做一个骑士开始。鸡白重拳挥击向自己新生后的第一道考验。莫顿教官从未在萌新身上看到如此迅捷的身法，脑袋还没反应过来便知道是大力神的一拳，整个人像被拍飞的篮球一般离了一路的地板倒飞出去。此前的记录中，别说能把教官揍飞的新人，能从这位黄金骑士实力的教官手下通过测试的人都寥寥无几。鸡白指了下再起不能的教官，问裁判道：“这算是通过了吧？”裁判哪敢耽搁，赶紧给害人的鸡白亮起了绿灯，再让鸡白签字确认后，将他支开去做笔试题。盯着这个不同寻常男人的背影，裁判记住了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男人的名字。正在此时，裁判背后走来一个风衣蔽体的神秘人，这人给予鸡白很高的评价，鸡白的实力起码在勋爵级别，这等强者若是派人盯着，反而会败坏他对骑士团的好感，索性让他以现在的面目老实待着吧。裁判随即一转话锋，问神秘人，要是他和鸡白交手，神秘人有几分胜算？神秘人则停顿了半晌，回答道：“不相伯仲吧。”做完了其他笔试题的鸡白正四处找寻引导员林拓的身影，然而引导员是没找到，背后却被一个小可爱袭击了。这个小可爱正是鸡白托付给林拓的兽娘可儿。首先，我不是兽娘控，但是给小女孩穿女仆装是不是有点？再次声明，我不是兽娘控，但她真的好可爱。鸡白有些心力交瘁，让兽耳的可儿在基地里晃荡，万一被其他人类举报有恶魔种怎么办？还给好好的小女孩穿女仆装，这就是你们好好照顾的承诺？而林拓只觉得自己冤死了，女仆装明明是可儿自己要求想穿的，而至于怕被人类发现可儿恶魔种的身份，这里是亚猫族的活动区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儿和鸡白的情况，林拓已经和上面汇报过了，以后鸡白就是可儿的监护人了，照顾可儿的起居。可咱们鸡白是个大男人也就罢了，他背地里还是个可写的吸血鬼小萝莉，和可儿朝夕相处的话，免不了有一天会暴露身份。即便可儿已经把他当作唯一的主人，他也只能在林拓和可儿不敢置信的目光中拒绝同情，怕另一个自己把可儿吓出心理阴影。鸡白只好以喜欢一个人住作为理由拒绝了。而林拓有些不满鸡白的态度，你以为来这度假的？这边宿舍的资源也有限，反正要么和可儿住，要么就和3个大汉挤一间寝室，你自己选吧。再说了，鸡白就不想体验一把兽娘养成吗？想了下，和3个大汉一个屋檐下更容易暴露身份，鸡白只得点头同意。随后林拓便将宿舍钥匙交给可儿先去打理了。看着鸡白准备去追可儿，林拓出言拦下他。他知道鸡白有着骑士的背景，但他不深究，只要求鸡白今后好好照顾可儿就足够了。鸡白自然点头称是。而在走廊里撒欢奔跑的可儿也期待着新生活，但却一不小心扭到脚往一边摔去，好在有一双纤细的手及时把她扶住，而细腻双手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尖牙红瞳的吸血鬼。恰巧可儿被扶住的这一幕印在了追来的鸡白眼中，吸血鬼乃是冷血、嗜血、残忍的代名词。
姬白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种族的根性多么顽劣，即便是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堕入那种嗜血的地步。眼看着可儿落入这种歹人之手，情急之下的姬白抄起一旁物资箱的佩剑，猛地冲向那个图谋不轨的吸血鬼。一阵凶猛的劲风拍打在吸血鬼所处的位置，而吸血鬼的种族优势令他毫不费力地躲过了袭击。他定睛看向是哪个杂碎要置他于死地，而姬白已经将可儿死死地护在身后。卑劣的吸血鬼，不准你接近可儿！完蛋！姬白的吸血鬼 PTSD 又犯了。这个肤白貌美的小姐姐不过是伸手扶住个小女孩，下一秒便差点被人拿刀砍成两半。这年头想做点好人好事都要被人砍两刀的吗？而出手偷袭的歹人则一把将女孩藏在身后。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变态萝莉控吗？下列的吸血鬼，不准你接近可儿！得，一听这龇牙咧嘴男人的言辞，您就知道又是一个对吸血鬼有种族偏见的呆瓜。而可儿也着急的想和姬白解释小姐姐不是坏人，但他开口便喊着主人，一下就让您误会，让这么小的孩子叫他主人，想想都让人激动。哦，不对，想想都让人怒不可遏。相比于吸血鬼，这个男人恶心的行为哪个更卑劣？而吸血鬼也分3、6、9等。姬白感受到无比熟悉的磨难，这个女孩也是和自己同样的拉萨姆伯皇室血脉，而一想到冠以拉萨姆伯吸血鬼们的残忍暴行，同样怒不可遏的姬白更加癫狂了起来。一个对吸血鬼有偏见，一个以为遇见了变态萝莉控。林与姬白的第一次见面正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既然是姬白先动的手，那林有必要好好教育下这个既没有骑士精神又有娈童倾向的变态。犀利的血色长鞭几乎阻断了姬白所有的走位空间，但在自己眼里十恶不赦的吸血鬼面前，全力爆发的姬白抓到了一瞬空隙，发动致命打击。林也是真觉得晦气，在最安全的基地里，居然还能遇到实力如此强劲的变态。姬白也不觉得自己将林一刀两断就彻底杀死了对方。你那股吸血鬼的臭味，我隔了800里都能闻到。姬白太熟悉吸血鬼的套路，对方完好无损的在他背后迅速凝聚出肉身。林抢占先机，猛地挥鞭直下，而后发先至的姬白也挥刀杀一个回马枪，两者的全力互拼，竟打了个旗鼓相当。暗逢对手的两人都惊诧于对方的实力之强，正打算再拼几招，却被一声厉喝制止住了斗殴。原来是懂事的可儿及时找来了依依也是气坏了，居然有人在基地里打架斗殴，还杀招尽出，这不是纯纯的藐视基地规则吗？姬白扭头一看，这不是邀请自己入团的依依吗？而依依则正在气头上。这姬白报道第一天就敢打骑士团导师，以后会怎么胆大包天他都不敢想。被依依一打岔，姬白也迅速冷静了下来。那你这个吸血鬼是骑士团导师？依依陈述道。只要心怀骑士信条，无论是兽人吸血鬼还是别的什么，他们都接受。而姬白则完全不信这些说辞，他可太清楚吸血鬼的劣根性了。这帮挑起战争、屠戮生灵的害虫有什么信条可言？林也算是明白了，这个人类男子的偏见太严重了，但林也懒得和这个臭虫男人解释什么。姬白如果坚持那与恶魔重视不两立、狭隘的正义，那为什么要对小巷里无处可藏的可儿伸出援手？他难道不是恶魔众吗？林这才开口，每个种族都有温和与极端的存在，正义与善良可不是人类的特产。你能保证人类里就没有道德败坏的蛀虫吗？姬白被这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依依也摆正了态度。如果姬白不认同他们的理念，可以随时向正规军圣骑士团告发越骑士团的存在，但到时候不仅是林和可儿，这里所有怀抱善良与正义的恶魔种都会因他被逮捕。为了狭隘的正义，你愿意把这么多无辜生命推向深渊吗？姬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双标的正义有失偏颇，察觉到气氛有些压抑的可儿开口给姬白解围，主人已经很累了，让他先回寝室休息。依依也察觉到姬白没有反驳，说明有在思考，便不再以礼相逼。回去当你的市井小人也好，还是留下来也罢，你自己决定吧。说完便领着林走了。啊，对了，是走是留，今天基地的损失都由你承担了。噗，他这要是走了，上哪赚钱还债啊？